我是一个非常热爱冒险的人，那时候已经陷在可爱傻白甜偶像剧女主角那种状态太久了，我害怕，哇，我到底能不能接到成熟一点的、更丰富的女性角色，会有那种等不到的恐惧感。我每天要做别人的老婆、妈妈、女儿、媳妇、员工，一个爱地球的好人。我真的是已经累到，你们懂我的意思吧？在适当的时机点，这个角色来到我面前，太过瘾了，我一定要演。这个角色还蛮积极争取自己想要的事物的，我比较少这样的角色呈现，灰色多了，猜忌的色彩重很多。玉婷姐她希望我在扮演她的时候，脑海永远哼唱着《天鹅湖》这样的曲调。在初期可能很轻快，但是经过了10几年的婚姻之后，变成一个嘴里哼着变调的天鹅，手里又在熬着毒药的少妇。江同学你好，我是 F 班的袁湘琴，我喜欢你。那真的是蛮心神合一的一个状态，整个脸型啊、口音、姿态、想事情的思维模式，蛮深刻的刻入了我当时的私人的状态。累积的量足够以后，才慢慢筛去我觉得不是那么适合我的路数。在11年，我可能不会爱你，陈又青算是一个最明显的界限。像我结婚了，就多了妻子、媳妇的角色，又生了小孩，再多了母亲。以后或许变成制片人，然后也许变成祖母。我最想要探讨的东西，比如说亚洲人比较难以启齿讨论性，然后你越不敢讨论，其实也是另外一种压力跟不良情绪的累积。我们是认真的在讨论它，让大家知道它是什么。女性的角色就越来越多可能性，有大龄不婚的选择啦，有自己创业的选择啦，有女强人御姐的选择。对我来说是很乐见这样的状态。以前我是一天会排非常多事情的人，一年有11个多月都在外工作，在内地拍古装戏，几天几夜没有回到自己的床上，更别说要回家跟家人相处了。有了小生命之后，工作和生活比重完全的相反。我学会了慢，不要有过多的期待。以前我是那种一听见闹钟绝不赖床，我试过好几次，就跟他懒懒的躺在床上赖床。他睡醒了，然后就会哼哼哈哈，要妈妈抱抱。已经听了好几次同样的故事了，也是希望你再讲一遍。然后突然就啪昏倒，那种很幸福的感觉是我在以前急躁的生活中比较难体会的。外界可以简单的用那些词、那些标签贴在我身上，但是我也不会很积极想去解释。所谓贤妻良母，你会觉得他就是都在家里，可是我还是有很多时间都在工作。你说孝顺吗？没有啊，我妈妈一直希望我退出演艺圈，但是我一直没退出啊。我都还是有坚持自我的部分。我是一个非常热爱冒险的人，我很喜欢游泳啊，因为现在的另一半就也去学了潜水。在水里，你会只听见自己的呼吸和心跳声，你会更专心跟自己相处。风轻轻，我听见你声音，你对着我叮咛。之前的版本，特别是吉他什么甜蜜版的那个，就真的是以湘琴的口吻和心情在唱，甜到我现在都会觉得有点害羞。重唱的版本就是以我现在的声线，更温暖、沉着、坚定一些。老实说，如果回到10几20岁的我，还真没把握，或者是真的确信自己想要回去。我很珍惜，也很享受现在的状态。变老是必然的啊，可是它也是变丰富、更有趣的同义词吧。